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若曦，我已犯过一次错，怎么能一错再错呢？我记得在实际婚宴前，你问我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别人决定。当时我就知道，你和若兰是不同的。胖妮继续讲步步惊心，剧中八爷对若兰一见钟情，得知要娶的人是他，便为他跑遍了整个京城，去寻找礼物，巴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若兰。若兰对他不冷不热，三番四次的拒绝他。八爷虽然生气，却不忍责备他，总想给他幸福。哪怕被冷落，他还是坚信用爱可以暖化他。若兰临终前恳请八爷休了自己，八爷的脸上瞬间失去了光彩，可因为深爱，最终还是成全了他。很多人不理解，八爷一边深爱着若兰，却又为何一边撩起了若曦呢？比如若曦跟石爷去骑马，生怕他摔了，就把温顺的爱马让给他，这种体贴简直就像个正牌男友一样。还有若曦在雪地漫步时，他也亦步亦趋地跟随，他脚一滑站不稳，他便紧紧牵着他的手，带着他在雪中漫步，那画面浪漫又唯美。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，凤血镯子原本是他在婚前跑遍整个京城为若兰寻的，而他却送给了若曦，这不是等于摊牌了他移情别恋了吗？若曦可是若兰的妹妹，八爷撩自己的小姨子，怎么看都让人觉得很费解。咱们可以通过他做的事情分析一下，大致有3点。第一，八爷撩若曦是对若兰最好的报复。八爷刚开始撩若曦只是想报复，他不是真的爱若曦。若兰从来都没有爱过八爷，因为他在出嫁前就有了心上人，虽然他哭过求过，最终还是被拆散了。婚后的若兰活得很痛苦，即使她有了八爷的孩子，她的心也不属于八爷。也因为这样，八爷才派人去打探她的过去。最终因为八爷的打探，心上人战死了沙场。若兰听到这个噩耗后大病一场，连他们的孩子也小产了。如果他们能生下一儿半女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若兰也许不会爱上八爷，但会跟八爷相敬如宾地度过一生。可他们孩子没有了，这意味着若兰对八爷的那一丝丝情分也都随之烟消云散了。而八爷呢，虽然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极度的愤怒，但是他内心却是恨若兰的。他为了他甘愿倾尽所有，恨不得把全天下最好的都送到他的面前，而他凭什么总是视若无睹？他的无视伤害了他贵为皇子的自尊心，因此他才开始撩起了若曦，想借此来报复若兰。若曦跟八爷府里的其他女人不一样，她是若兰的妹妹，也是若兰在这个府里唯一会关心和在意的人了。如果八爷真撩到了若曦，即使若兰对八爷再怎么冷若冰霜，也无法释怀妹妹和丈夫的双双背叛。这就是八爷对若兰不爱的最好的报复。八爷撩若曦除了想报复若兰，更重要的是想借此让若兰吃醋，从而获得若兰的关注。只是若兰是真的不爱他呀，对于他跟若曦的地下情全然不觉，看见若曦手上的镯子，一点也没有发现丈夫出轨，反而以为若曦喜欢的是13爷。所以我们才说，谈恋爱千万别犯傻，不要盲目为了确认对方的真心而做出一些考验人性的事情来。因为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，通过招惹第三方来刺激当事人，只会让对方更不屑，把对方推得越来越远。第二，若曦不过是若兰的替身。八爷撩若曦的第二个原因，是因为把若曦当成了若兰的替身。生于尔虞我诈的深宫中，八爷内心其实是很渴望温暖和快乐的。他的母亲是梁妃，一个没有显赫家世也没有万贯家财的卑微奴婢，是因为生了他才有了妃位。在这样的环境成长的八爷是个很隐忍和会伪装的人，他可以得到的温暖和快乐是少之又少的。八爷之所以爱上若兰，是因为他在偶然间听见了若兰银铃般的笑声，这种笑声就像是能解开他所有悲伤的魔咒一般，让他痴让他狂，更让他无可自拔地沦陷着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若兰的笑声从来都不是因为他。若兰嫁给他之后变得冷冰冰的，既不会笑了，也不会骑马了。他的内心是极度失望的，这种失望让他变得既愤怒又难过，偏偏他又不能责怪若兰什么，因为这一切
都是他的一厢情愿和自作多情。而若曦就是这时候出现的。她跟若兰不仅样貌很相似，就连性格都是率真可爱，甚至在她身上，八爷也能感觉到快乐和温暖。所以他总是不由自主的把若曦当成了若兰，去呵护，去疼爱，仿佛恨不得把若兰不要的爱和温暖通通都给她。然而八爷对若曦无尽宠爱，不过饮鸩止渴。他这么做只会造成两个人的痛苦，若曦爱他却又患得患失，既怕辜负姐姐，又怕背负勾引姐夫的骂名，更怕自己被他当做姐姐的影子来爱。但凡八爷能够清醒一点，就不会跑去撩自己的小姨子，伤人又害己。因此我们才说，不要把谁当作替身，看清自己的内心，爱就是爱了，不要试图通过眼前的人寄托对其他人的爱，这样是对双方的伤害。第三，八爷撩若曦其实是为了保护若兰。八爷府上的女人个个都是狠角色，没有一个人不是充满了算计和阴谋的，就连下人也都势利得很。巧慧就曾经跟若曦诉苦过，因为八爷很少来若兰这边，所以下人也不尊重若兰。若兰其实在贝勒府的日子并不好过，除了下人不尊重她，就连大福晋的儿子洪旺也变相欺负她。大福晋和明玉这两个泼辣的主更是把她欺负得死死的。而这一切八爷是深知的，所以他想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去保护她，那就是娶若曦过门。为什么说八爷娶若曦过门就可以保护到若兰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若曦是出了名的拼命13妹，在贝勒府里她最不怕的就是大福晋和明玉这两姐妹了。明玉跟若曦抢兔子被大福晋撞见了，大福晋借机骂她是小畜生。因为这句话，若曦借了石爷的狗，狠狠地教训了明玉一顿，并很痛快地将小畜生这3个字回击给了明玉。八爷很清楚，若曦这样睚眦必报的性格是大福晋两姐妹不敢随便招惹的，所以他只要娶了若曦进门，他就可以替代她保护若兰。这样他不但免去得罪大福晋，府上的女人更不会因为他偏袒若兰而争风吃醋了。八爷对若兰真是用心良苦啊，可惜若兰不懂得珍惜八爷，一直活在过去里自怨自艾，不但自己活成了一出悲剧，就连八爷也跟着不幸福，妹妹也天天为他操心不已。这教会了我们一件事，人要放下执念，不要为了得不到的东西折磨自己，折磨别人。放过别人，才能放过自己，才能迎接新生活，才不至于陷入悲剧的人生。对若兰是如此，对八爷也是如此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